就在几天前，俄军收到情报，得知在距离前线30公里处，乌军布置了一处重型火炮阵地。俄军利用电子设备和无人机进行了多次侦察，但是都没有获取敌军阵地的具体坐标。于是俄军决定派出瓦格纳雇佣兵攻占不远处的一栋高层建筑。从理论上来讲，在这栋9层楼的顶层，就可以用光学仪器确定敌方的炮兵阵地，到时候就可以引导歼击机实施精准打击。但问题是在控制这栋大楼之前，必须要先攻占前面的3栋建筑，而且要速战速决，注定又是一次艰巨的巷战推进。但这也是俄方信息战比较落后的无奈之举。此次攻占任务由瓦格拉军事集团的3支小队执行，总队长番号靶场主要负责战场指挥及护送观察员，第2小队负责正面突进及清除威胁，番号威斯克，第3小队负责侧面进攻及断后，番号树妖。防守方是装备精良的乌军暴风雪特战队。俄军小队按照预定计划集结完毕，靶场确认后立即按下计时按钮。威斯克呼出一口粗气，行动正式开始。威斯克开始向1号楼前面的废弃厂房行进，树妖立即下令侧翼榴弹发射器进行射击掩护。1号楼的乌军暴风雪特战队也已经做好迎战准备，一声令下，威斯克小队开始攻击。战斗一开始就相当激烈，乌军眼看俄方火力越来越猛，立即呼叫支援。侧后方的乌军临时基地接到消息后，立马派出几名士兵前去增援，但刚进入战场就遭到树妖小队榴弹发射器的攻击。乌军前来增援的小队伤亡惨重，只能一边射击一边拖着受伤的战友撤退。乌军的增援被逼退，树妖带着小队从侧面向1号楼发起进攻，趁着威斯克小队正面压制，小队开始向1号楼靠近。然而在行进途中，却遭到乌军遥控炸弹的袭击。得知树妖小队的侧翼进攻失败，靶场在派出人手增援的同时，立即呼叫后方待命的装甲小队进行协助。靶场派出的增援小队率先赶到，在树妖的掩护下，顶着乌军的射击开始营救伤员。看着俄方人数越来越多，1号楼的乌军立即请求远程火力打击。乌军指挥部赶紧将坐标传达给3公里外的迫击炮指挥官，下令一边攻击一边校正坐标。现代战争打的就是信息战和科技战，乌军在无人机的协助下，开始对俄军小队所在位置进行打击。随着一枚枚炮弹落下，弹焦点越来越近，树妖小队只能加大火力疯狂压制，尽最大可能创造营救条件，希望能在迫击炮击中前救出伤员，同时将迫击炮的攻击位置汇报给靶场。Шепот полигон. По нам работают минометы. Азимут 240. Удаление до 3 километров. Как принял? 收到消息后，总部立即派出无人机进行侦查，很快就发现了乌军的迫击炮阵地，将坐标传达给俄方15公里处的炮兵指挥官。他们所配备的是3门 D-30榴弹炮，虽然这是上世纪60年代的武器，但它特有的射击仰角能够很好的杀伤隐蔽的军事单位。在接连几发炮弹的打击下，乌军的迫击炮阵地遭受重创，但他们并没有停止对俄方小队的攻击。此时俄方小队已经被炮火笼罩，陷入危机。而这时俄方的 T-72坦克和 BMP 步战车刚好赶了过来，坦克在厂房后面找好攻击位置，隔着厂房对着1号楼直接开炮。1楼的乌军阵地遭到炮轰，基本已丧失战斗力，但他们依然顽强抵抗。乌军的一名士兵快速移动到侧翼，瞄准坦克右侧直接一发 RPG。坦克履带被炸断，就在准备进行第2次打击时，此时俄军的步战车已经瞄准他。威胁消除，俄军坦克直接对着1号楼开始猛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头顶的乌军无人机已经锁定了他的位置。随着2枚炸弹落下，俄军的 T-72瞬间报废，步战车只能快速撤离。装甲小队虽然损失1辆坦克，但还是帮助小队撕开了乌军1号楼的防御，扔出烟雾弹封锁视线。威斯克一声令下，小队快速向1号楼突进。
忙射几枪后，几人迅速进入建筑内，烟尘弥漫，房间错综复杂。他们小心翼翼开始清除乌军。突然，门口出现一名乌军，领头的士兵顺势倒地反击，紧接着乌军又是一通扫射，腿部连中几枪，后面的俄军赶紧扔出手雷压制。乌军的反应也非常迅速，威斯克小队被压制，2楼幸存的乌军也赶了下来。他们一边开枪一边撤退，临走时还扔出一枚手雷。看着落在身边的手雷，受伤的俄军只能静静的等待死亡。1号楼幸存的乌军已经撤出，威斯克小队成功占领。看着身边阵亡的战友，他们也只是默默地取下身上的弹夹。在对1号楼进行搜查时，发现了一部乌军落下的对讲机。有了这东西，对他们接下来的行动有很大的帮助。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，他们没有太多时间去修整。在向靶场汇报完情况后，小队决定继续向2号楼突进。3支小队快速来到附近，这种住宅公寓想从正门突破，基本是不太可能。他们把炸药用木板顶在墙上，直接采用墙体爆破。墙体被炸开的同时，1墙之隔的2名乌军当场炸死，同样是手雷开到，手雷爆炸，威斯克小队紧跟其后。在树妖和威斯克2支小队的强攻下，1楼的乌军全被歼灭。小队集结后继续向上推进。根据推进路线来看，俄军应该是要攻占后面的9层大楼。乌军指挥部准确判断出了俄军的任务目标，于是立即调派装甲部队前去支援。与此同时，遭受炮击的乌军迫击炮指挥官也判断出了俄军地杠30炮兵阵地的大概方位。乌军立即出动无人机前去确认。俄军看着头顶盘旋的无人机，他们无可奈何，只能上报指挥部迅速转移阵地。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撤离的时候，乌军的152毫米榴弹炮在无人机的协助下开始攻击。随着一枚枚炸弹从天而降，炸弹离车队越来越近。司机刚庆幸自己没被炸死，但一回头就看到副驾的士兵已经没有了生命，炮击还在持续，而且越来越近。无奈他们只能改变路线，向后方撤离。从双方的交战不难看出，现代战争打的就是立体战，打的就是科技与反应能力。此时俄军小队正在清除2号楼的乌军，俄军小队同样是拆墙突进，乌军也是同样的拼死抵抗，推进相当困难，但最终还是成功拿下。战斗之余，刚还在像猛兽一样激战的士兵，竟然因为眼前的一只仓鼠发生了争执。Хомяк, что был в бою? Как морская свинка. Ты сам был в бою. Парни, о чем спор? Что не поделили? То свинка. Ты хомяк. Какие ж вы дебилы. Это шиншилла. Выход. 突然，他们所在的位置遭到猛烈的射击，2名乌军正在另一栋大楼疯狂射击。威斯克小队被压制得无法动弹，2挺机枪在轮流射击的同时，还在呼叫着人力支援。密集的火力打击，威斯克小队根本不敢抬头。树妖立即下令用榴弹发射器对乌军所在楼顶进行火力封锁。此时前来增援的2名乌军士兵也已经赶了过来，他们顶着炮火准备炸毁威斯克小队所在的房间。就在这时，一枚榴弹炮刚好落在他们面前，1人当场阵亡，他们只能搀扶着受伤的士兵迅速撤走。脱离困境后，俄军小队迅速集结，准备乘胜追击，继续突击3号楼。俄方120毫米迫击炮在榴弹发射器的协助下，立即展开打击。前来增援的乌军装甲部队被打得措手不及，伤亡极其惨重。面对密集的轰炸，他们只能弃车而逃。不难看出，目前的战场局势相当复杂。地面部队在推进的同时，双方的炮兵也在相互打击，遏制对方火力。乌军的120毫米迫击炮在顶着俄方地杠30打击的同时，正在对战场中的俄方突进小队进行狂轰。而俄方的地杠30炮兵阵地也在遭受乌军152毫米榴弹炮的攻击。乌军152毫米榴弹炮阵地同时也在遭受着俄方飓风火箭炮的打击，整个外围战场炮火连天，双方都在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打击，但远程打击拼的就是火力和精准，就看谁先彻底端掉对方阵地。